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我们现在的时间是2025年的10月24号的晚上8点钟。好，那今天的直播课比较特别，就是今天我们有特别开放说，就是除了中介的同学之外，哦，那其实其他方案的同学也可以来参加。哦，那之后也会不定期的开放。好，那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直播课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好，其实直播课跟录播课不太一样哦。录播课的部分当然它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对不对？但是直播课的部分呢？好，就是 Dustin 会随时去收集过去的考生，然后呢他们考高分之后，他们自己所学到的，或者是跟别的老师学到的，或者是在网络上自己学到或者是领悟到的一些新的我上课没有教的方法，那我会亲自来去试验用这些方法解题是不是实战中适用并且有效率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把这些方法在直播课里面跟大家做完整的讲解跟示范。那当然，这些方法本身它就是属于小技巧的范畴，但这个小技巧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拿这个小技巧跟我们录播课的完整方法论结合在一起，它就变成是一个加速，好，变成是让你考试中有多一种方法可以去思考，然后呢少一份风险这样子。好，那当然，直播课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边会用的题目呢，都是我另外去挑选的官方题。好，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在 Teachable 上面的完整解题影片是来自 OG 跟 OV 嘛，就是 Official Guide 跟 Verbal Review 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就是直播课的部分呢，会一直去挑目前解题片面你没有看过的新题，而且我们会把这些题目先提前给大家先做掉。好，所以你会永远都会有新鲜感，就是大家都没有做过的题目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要来讲，就是这四道题。那我先跟大家讲这四道题的来源是什么，好不好？这四道题的来源是这样子的，好，它是来自于 GMAT Advanced Question。好，这本是什么呢？就是这本是他在GMAT 官方在2019年还1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曾经出过一本难题集，这本里面全部都是旧制700分以上，也就是新制65分以上的题目这样子。OK，好，那当时出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那边的培训机构的老师，他们就一直在跟 GMAT 反映说，哦，那我们的学生题目都练完了，他们很想要去练更难一点的题目，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难题集？所以他就出了这一本难题集。好，但当然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都没有改版，就那么一本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会蛮希望它改版的。OK，好，但就算是这样子，这里面也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题目，所以今天所看到这4道题目，他们都有各自的困难点。它就是你在考试中，如果你想要突破分数到655分以上，你必须要面对的题目。OK，好，那我等一下在讲这些题目的时候，会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原则基本的方法还是维持的我们在录播课里面讲义所学的这个基本架构，哦，也就是你跟 agent 互动的时候，他跟你讲方法论。OK，好，但是呢，我在解题的过程中，我会带入一些过去的高分考生会用的一些新的技巧，那你这个可以选择性的把它学起来，或者是适用在你下一个礼拜的练习里面。好，然后并且我也会跟你特别去讲说这道题目的难点是什么，跟你考试中容易卡关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去解决。这就是让我们今天的这些题目就更有实战感觉，而不是录播课比较没有实战感，但是我还是带着做题嘛。但是我们今天讲题目会非常有实战感，因为它就是考试的时候你看到这种题目，哇，这就是到时你讲过的，要好像我已经快要进了655分以上了，所以我这个题目要怎么去解决很难，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来看怎么去解决这样子。好，好，各位，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哦。来，我们刚刚说第一个，先维持上课所讲的基本的解题架构，这个骨架，让你的做题的流程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要先看问句。好，来，我们看问句，他说下面哪一个是 C 这个人他的 reasoning 背后的假设？好，来这个地方你会有的判断是什么？就第一个，它是假设题，所以呢，它在分类上虽然叫做 argument construction。但在实际做题上面呢，我们会使用 argument evaluation 的方法，对不对？好，因为我们上课有说过嘛，假设题它虽然在概念上是我们要去填补进去资讯，它叫 construction，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文章里面已经有一套论点了，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拉出逻辑链的，所以我们就要用 argument evaluation 的方法来做。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哦。好，那么 argument evaluation 方法的接下来下个步骤是什么？当然就是框定命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看文章喽，好不好？好，来，文章说，distressed by his own personal tragedies, the Roman philosopher Cicero once asked himself whether a wise person should try to achieve the Stoic ideal of complete emotionlessness。好，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相信你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会是，哎呀，这个好像在讲一些历史啊，好像有一些专有名词啊。好，但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
遇到专有名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概念化。比如说，你不需要真的知道这个人叫西塞罗，你只要知道他就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学者。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概念，是什么样的这个学派或者是哲学的风格哦，你只需要知道说哦，这个 C 这个哲学家他问自己，到底今天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能达到？后面这边有补充哦，什么东西就是完全没有情绪，就是我们说佛界的那种怎么讲，四大皆空，无欲无求，对不对？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能够达到没有情绪？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边速度就要放慢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刚刚我们在看问句的时候，它的关键是针对 reasoning，对不对？那这边是不是就刚好讲到 reasoning，对吧？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速度放慢，看它到底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他自己想通了，觉得说，哎，however desirable the goal may be，注意哦，这个 however 不是你平常讲的然而哦。哦，因为平常看到的 however 是单独成为一个副词，但这个地方的 however 是放在一个句子的前面。好，那当你发现疑问词加 ever，比如说 wherever，比如说 whenever，好，或者是 whoever，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面的时候，它的意思就等于是不管怎么样，OK，好，所以这个地方等于 no matter how 的意思，不管这个目标多么的好，好，不管刚刚讲的这个没有情绪的目标是多么的好，但是呢，一个聪明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的。就是刚刚讲的无欲无求，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棒，听起来好像真的很理想。但不管这个目标多么的理想，无欲无求这个目标就是成佛涅槃这个目标这么的理想，但是聪明人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OK，好，所以他认为说不可能。那后面为什么呢？你看他的背后的理由，他说，因为情绪不是只是那种非理性的那种 urge。OK，这个 urge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你讲重点是放在这个非理性，就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们不是比方说阅读训练会跟大家讲不要去做翻译嘛，对不对？好像为什么不要做翻译，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做每个字的词翻译的话，你看到不同词就会卡住。那这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情绪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什么东西反应，非理性的行为，非理性的思考，这都可以，重点是非理性。情绪并不是那种非理性的事情，OK，好，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情绪是什么呢？是 a product of one's estimate of the goodness and badness of the events, people, and action one witnesses。就是情绪其实是你遇到了外界的一些人啊、事啊、物啊，你遇到了之后，你在心里面会对这些人事物做出评判，你才会有情绪。然后你动情了，对不对？哦，就是你看到一些人事物，你去做出评判，你才会有情绪。所以呢，聪明人是不可能有这个情绪的，这样子。OK，好，是聪明人是不可能摆脱情绪的。好，我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困难点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第一层困难点是他给的一些专用名词嘛，对不对？但是很明显，我们刚刚说专用名词，你只要知道它的概念，这是哲学家哦，这个叫做不需要知道这个是什么理想，只要知道他是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情绪、无欲无求就可以了，对不对？好，那这些专用名词对你来说都不应该是问题，你把它概念化就可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来了，就是这篇文章它里面讲的东西好像不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你很难去用代入法，对吧？我们上课有说过，高难度题目的难点呢，在于说它不一定会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一定能够把自己放进去里面思考。OK，好，但是没有关系，就算你没有用代入法，我们仍然可以回来去找到文章的结论是什么，对吧？好，这篇文章结论是什么呢？这是第三个难点，就是文章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明显的结论关键词，比如说 somebody concludes that，比如说哦，就是 all in all 这种明显的副词或者是动词，告诉你这边是结论。高难度题目的特色就是结论你要自己找，不一定用关键字定位。OK，好，它不一定放在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好，那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结论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在文章里面所有推论的终点。好，那我们来看这三句话谁是推论的终点？第一句话是他在想象是不是聪明人可以无欲无求，这是结论吗？不是，他结论应该是一个firm statement，对不对？就是它是一个很肯定或否定的句子，不会是一个疑问，好，对吧？因为结论会是一个立场，它不会是一个疑问，所以这句话不是结论，对吧？好，那这句话里面的两段谁是结论呢？应该这个地方是结论，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结论是所有推论的终点，就是说其他句话可以推到结论，但结论不能推到文章里其他句话。这是我们说结论对根本的定义。所以真正的结论其实是这个，就是聪明人是不能够达到就是无情绪的。OK，好，来，所以我帮你写一下哦。好，最后这个地方结论是
聪明人无法达到无情。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抓到结论之后，请问各位，它也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它是一件事的判断还是两件事的因果？很明显，这就是一件事的判断。你是聪明人就没有办法无情，对不对？它是一件事的判断，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硬要拆成头跟尾。好，我们上课讲过嘛，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去思考文章里面有给出什么样的证据去支撑这个结论。那当然，这个证据就很明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他所给的证据是什么？他所给的证据是情绪是好人对外界事人对周遭评估后的产物，对吧？这个是证据。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去中间断点？其实老实说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上课说过，你要什么时候补断点，就是你要去判断你的证据跟结论是有时间差，对不对？比如说，现在低薪，未来不想生小孩，低薪不会说一拿到低薪就完全直接继续结扎了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头跟尾有明显的时间差，我们会中间去导那个过程。但这个地方很明显是没有时间差的，对不对？它就是单纯对价值的一个判断，对哲学、对人性的一个判断，它没有时间差，就是对概念的判断。所以这边就不适合再去中间补资讯了，因为你找不到它没有时间差，你没办法去补过程。那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呢？好，来这边就要跟大家讲到一个高分考生会用的技巧了。好，凡是这种没有时间差，你要去找中间的概念化，你要去研究它的证据跟它的结论之间，结论跳出来什么证据没有出现的新概念。OK，我们来比对一下，什么东西是有出现，什么东西是没出现的。同样有出现的是情绪，好，跟这个地方无情绪，对不对？好，情绪这个概念其实都有出现，所以这个是有成立的。可是结论偷渡了一个什么概念？他偷渡了聪明人这个概念是证据没有出现的，证据只跟我们讲说情绪是人对周遭评估就会有情绪，结果呢，你的结论就突然跳到聪明人，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呢，你要让他的论点成立，你就必须要去补上的资讯是什么？就是聪明人一定会对周遭评估，对不对？那他才一定会有情绪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来想象哦，如果今天聪明人是不会去对周遭任何事物评估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有？他就不一定会有情绪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这种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如果今天逻辑链中间不知道怎么去补的话，你可以自己仔细去观察结论里面出现了哪些新概念是证据或者是前面的前提完全没有提到的，情绪是都有提到的，但是聪明人是前面的证据没有提到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他是怎么从前面连到聪明人，就发现有明显的断桥。周遭评估这个动作不等于聪明人会做的事情。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是这道题不是小裸题，这道题是假设题，所以你不要忘记哦，你一定要在进选项之前，还是要把它连起来，就是我们要最低限度的连嘛，对不对？上头有讲过嘛，对吧？好，你做加强或者做假设概念是不一样的。好，就是加强是要越多越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假设的部分，我们是要至少怎么样？至少不要让论点被削弱，对不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论点会被削弱？就是如果聪明人可以完全不对周遭评估，那他就真的可以不情绪，对不对？那他就这个论点就结论就被削弱了。好，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他无时无刻都在评估，我们只要他至少不会不评估，好，至少不会完全无感，对吧？好，所以呢，我们要确保的是聪明人至少会有评估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会评估，这样子，只要你能连起来这个点，那就是代表它是假设成立的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我们的预想哦。好，所以到这边为止，这道题的重点已经出来了。你要怎么去在考试中遇到那种抽象的难题？哦，能够去用到我们的解题流程，还是回到我们上课讲的基本方法，去抓结论，再去思考背后的证据。那当今天发现证据跟结论中间好像没有什么中间的断，就是那个隔的那个桥那个断点的话，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就是仔细的观察结论里面有什么资讯是你的证据里面所没有提到的。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观念就是要找到一个选项，能够把对周遭这个评估的行为跟聪明人真的连在一起，对吧？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选项，A 选项说什么？A 选项说，聪明的人会不可避免的至少会去评估
某些他们观察到的事情。来，你看这个选项就对到我们刚刚的想法嘛，对不对？第一个，他去连到聪明这件事情；第二个，他去连到什么？他去连到去评估周遭的事情，对吧？这是对到我们的基本要求。再来，他的态度也没有很超过，他不是说要无时无刻去评估，他说至少要评估一点，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说过嘛，我们要的不是全满，我们要的是至少你不能完全不评估，对不对？好，假设提出这些要求，这个选项我们会把它保留住。OK，好，完全对到我们刚刚要求，就是完全中了预想。OK，好，B 选项说什么？B 选项说，哦，不理性会让人们去对他们看到的事物的评估会变得不太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理性让人无法去评估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好，有讲到评估周遭，对，他讲到了一个概念，可是问题是，不理性跟聪明这个概念是对到一起的吗？不是对到一起，不理性不等于聪明或不聪明。OK，好，原文里面讲的是 wise，是一个对人的判断，但是这个地方呢，irrationality 它不等于聪明不聪明。OK，所以 B 选项被我们排除，它是偷换概念，好，它隔了一层断桥，理性跟聪明的差别。OK，再来智慧 wisdom 就是聪明这件事情，precludes 好，attempting to attain what one cannot，智慧使我们避免好不去尝试去达到我们达不到的目标。好，所以这个题目的第三个难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出现了很多抽象词，对不对？虽然每个字看起来都没有很难，attempt 没有很难，attempt 没有很难，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它显得很抽象。那这个抽象词我们要怎么去改善呢？好，考试中当然是直接被枪毙了啊。哦，但是如果不是考试中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阅读训练的时候，看到这些抽象词，要用 sentence cracker 去做加强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读书计划每一个都是针对考试中的难点设计的。OK，好，这个句子意思就是智慧哦，它会让人不去避免去尝试那些他达不到的目标。好，那当然呢，你看到他有去讲智慧，可是呢，他没有去连到这个智慧跟人会不会去做评估的关系，所以这个选项也没有对到我的想法。好，就是只讲到智慧，只讲到聪明的人，可是没有讲到聪明的人会不会去做评估，后面这个地方也跟评估没有关系。OK，好，第四个选项说，如果今天只用理性来做评估的话，评估是不准确的。好，这个选项当然我们刚刚知道了，第一个他既没有去讲到聪不聪明，第二个他也没有去讲到，他有去讲到会不会去做评估这个行为，但是他没有去讲到聪不聪明，对不对？还没有连到。OK，而且我们真的不在乎评估准不准确，我们在乎的是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但是 D 选项好像变成说要在乎的是你评估的准不准。好，然后 E 选项说什么？说一个聪明的人哦，不会去评估那些不能被看到的事情。好，他的概念有提到聪明的人，但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你要确保这个论点要成立的话，你要证明聪明人一定要会去做评估，他才会有情绪，才不能达到那个无欲无求的境界，对不对？我们刚刚方向是这样子，就是要确保聪明人至少会去评估。可是一选项告诉我们，聪明人有些时候是不会去评估那些不会被看到的事，所以它方向是反过来的。好，所以一选项就可以秒排了。好，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是 A 选项。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题的难点哦。这道题的难点在于第一个，文章里面的故事有一些专有名词，但这个不重要，这是我觉得是最还好的，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用就是概念化的方式来避开这些专有名词。第二个难点，它无法用代入法，无法自然思考，那没关系，我们有基本的解题流程，对不对？第三个难点，它没有时间差，很难去中间找过程的断点，没关系，我们这边用的这个方法就是针对结论去想，结论里面出现了什么，前面的证据或者是理由没有出现的新概念，针对这个新概念去想，它是从哪个地方挑过来的。OK，好，第四个，这个选项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抽象词，让你很难去掌握一个句子的重点。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加强？平常的阅读训练 （sentence cracker） 去做加强。OK，好，所以看这些东西，我们考试中任何一个难点，其实都会连到你平常在做练习的 Dustin 所给你的一个解题的方法。这样子，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好，第二道题目，他说 to evaluat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wildlife official's plan will succeed, it would be most useful to determin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来，你看哦，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这道题它应该是个评估题，也就是说，等一下的选项不会是一个肯定句，它应该会是一个有两面性的句子。比如说，多少人会去参加，多少人会去配合。OK，好，或者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人们会遵守，是不是人们会就是可能就是参与，对吧？好，像这种评估题，我们的基本做题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等一下对于那个有两面性的句子，我们要把那个句子推到两个极端。比如说多少人会去参加，我们就要去想象是1000万人去参加，跟一个人去参加。哦，比如说多少比例的投票率，我们就会想象90%的投票率跟5%的投票率，推到两个极端。哎，好，那这两个极端呢，如果一个会对文章的结论做削弱，另外一个会对文章结论做加强，那它就是关键要素，它就是我们要选的答案。这是我们做评估题的基本思路。所以等一下看到那个选项，我们都要去查。当然，我们可以先用基本的相关性去排出来。但如果有遇到那种二轮要筛选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好，去看选项的这个两面性的描述推到两个极端的时候呢，会不会一个让计划更容易成功，确保计划的成功；另外一个则是对计划的成功可能提出的质疑。这样子，OK，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文章说什么。他说，First discovered several years ago。等一下哦，看一下哈，来，First discovered several years ago in North American lakes and rivers. The northern snakehead is the non-native fish with no local predators. 几年前，人们在北美的湖啊、河里面，他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种鱼。好，当然你不需要去记这什么叫蛇头鱼，好，这个不重要，你翻成中文也没有人关心。好，发现了有一种没有天敌的鱼。OK，而且这个是外来种哦，好，是外来种，不是原生种，它没有天敌。OK，好，那 to keep the northern snakehead population from growing，注意这个片语哦，这个片语我相信哦，不是只有局妹会用到，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用到。Keep somebody from something，就是避免去让这个某件事情发生，哦，避免让这种外来种的蛇没有外来种的鱼没有天敌的鱼，它的数量变多，我们不想让它的数量变多。OK，好，For the past 3 years, wildlife officials have been paying recreational fishers for each northern snakehead they catch。过去3年，政府官员就做了一件事。好，你们这当地的这个就是喜欢钓鱼的这些好的钓友们，对不对？好，你如果钓到，拿来跟我换钱，哦，用金钱来奖励。你去抓了一只这种外来种的鱼，我就跟你换钱。OK，好，In this way, the officials help to stop the northern snakeheads from eliminating rare native fish species。用这种方法，官员们希望能够去就是停止 northern snakehead，停止这种外来种去呃猎杀或者是就是eliminate 这个字就是消灭的意思啊，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猎杀或吃掉本地的稀有种。OK，好，来，各位，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要忘记 evaluation 的题目，它本身也是属于 argument evaluation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做的方式也非常的定性，就是用我们原本的解题框架。命题是什么呢？命题是计划要成功。那这边的计划成功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目标是什么？是要阻止这种蛇头鱼去伤害本地的物种。OK，好，所以我帮你写一下哦。好，目标是什么？要成功的定义就是阻止蛇头鱼，不是这个舌头靠腰啊，好，更奇怪了，伤害本地物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上课是不是说过，方案达到目的叫做方案的成功，对不对？所以目标在这边，那方案要放哪里？放前面，放后面？放前面，对不对？所以方案的部分叫什么？叫做付钱，奖励钓友抓到的蛇头鱼，对不对？奇怪，来，
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是头，这个地方是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去拉逻辑链喽。第一个，付钱去奖励这件事情，真的会让钓友们真的把蛇头鱼交上来吗？不一定，搞不好你付钱的，你付了钱，但是你的这个金钱的量太少，对不对？对吧？好，你金钱的量太少的话，那钓友也不愿意交，对吧？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付钱完之后呢，这个东西必须成为一个激励，必须成为一个动机，好，能够让钓友们去配合。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钓友们会配合抓鱼，会配合抓鱼。那再来，钓友们抓了鱼之后呢，它会不会让抓到的鱼的量变少？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情况哦？同学就是我们台湾人天性就是会去想，哎呀，这个东西有什么漏洞会可以钻嘛，对不对？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就算养，对不对？哦，如果我是钓友的话，我奸诈一点，就是我直接抓回去养，哦，养多一点蛇头鱼，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换钱，对不对？所以呢，有些时候你钓友抓出来的多，不一定哦，不一定野外蛇头鱼会变少，对吧？有可能今天钓友给你交上去的都是什么？都是他另外养出来的。OK，好，好，那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呢？蛇头鱼真的如果变少的话，真的可以阻止蛇头鱼伤害本地物种吗？也不一定啊。有没有可能今天剩下的蛇头鱼你抓不到的，变得更为凶残？有可能嘛？搞不好原本蛇头鱼的量很多，是自相残杀，但是你现在让蛇头鱼量少了，结果呢，蛇头鱼他们没什么事可以自相残杀，他们就开始去残杀本地物种，也是有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传统的哦，就是抓逻辑链的方式。所以第一个 CQ 叫做人们不一定会配合。好，我们大家看看会不会有这个东西。好，第二个 CQ 叫做人们配合抓到的鱼不一定是野外的鱼，对不对？好，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野外的鱼变少？第三个 CQ 叫做剩下的鱼会不会更有伤害性？OK，好，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来看选项的部分。好，来，首先第一个 A 选项说，注意哦，你看两面性出现了哦，但两面性你不用每个都换 yes or no 哦，因为你现在心里面 CQ 已经很确定了，所以你就是先看有没有对到 CQ 的话，你不用像我们刚刚讲的说哦，这个我把它换成 yes，我把它换成 no，先不用想那么多，你第一轮就是要快。我们很多同学做 CR 一直会问 Dustin 说，Dustin，我现在时间降不下来该怎么办？我会说你去比对一下哦，第一轮的筛选通常只能一个选项10秒，最多15秒，你不能说看太慢，一个选项看很久。那就不叫第一轮了。所以我们一定是 CQ 想好之后，就要用直觉来判断，好不好？好，第一个 A 选项说，是不是这些蛇头鱼可以透过引入天敌的方式来解决？好，那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这是我们刚刚的3个 CQ 里面的任何一个吗？不是吗？我们刚刚在乎的是人们会不会配合，在乎的是蛇头鱼会不会真的变少，在乎的是最后是不是伤害本地的物种。它不是我们3个 CQ 任何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这边来各位要把它记下来，这是高分考生的一个技巧。GMAT 方案题里面的常见错误选项的设计是这样子，大部分的方案题当然还是要以问句为准，但大部分方案题都是在去评估某个特定方案能不能成功。OK，好，你还是要以问句为准，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的方案题就是长这样子。好，A 选项告诉我们是其他方法能不能用，对不对？好，引入天敌就不是文章里的方法，是其他的，哎，对不对？能不能成功？好，其他的 plan 成不成功，跟你没有关系啊。我们文章要讲的是我们这个 plan 能不能成功，别人花开富贵了，跟你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的成功的定义是独立的，我的方案能成功，跟别的方案能不能成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成功不代表我成功。OK，这个是 GMAT 非常常设计的一种混淆选项哦，就是方案与方案之间的效果是独立的，他成功不代表你失败。OK，除非还有一个辩题，除非今天我们的命题变成说这个方案本身是最好的方案，或者是唯一的方案。如果强调最好、最有效率、最怎么样，或者是强调唯一，那我们要去反对它，我们只要去举出有第二个方案或者比它更好的方案，我们就可以去
反驳掉，对不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想其他方案。好，这边各位有理解哈？哦，这个我讲的比较慢哦，因为这是高分考试最常用这个方法来删去选项。OK， 好，这是最常出现的混淆选项之一啦，所以 A 选项我们其实是可以秒删的。好，来，所以别的方案成功不代表我们的方案会不会成功，这跟我们的命题是没有关系的。好，再来 B 选项说什么？说这些当地的野生物种哦，当地的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要保护的这些物种，是不是就是到底数量是怎么变化的，对吧？当我们今天开始实施这个方案之后，当地野生物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变化？好，来这个选项是都有对到我们刚刚讲的最后这个命题嘛？对，到底我们本地物种是不是有被伤害？我们来思考一下，用两面性来测试。如果今天这个变化是往好的方向变化，数量很多变多了，实施这个方案之后，本地物种的数量变多了，那就代表说什么？这个方案是成功的嘛，对不对？如果实施这个方案之后，本地物种的数量变得很少，那代表什么意思？方案是失败的嘛，对不对？所以 B 选项要通过我们刚刚讲的基本测试，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命题，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会不会伤害本地物种，对吧？好，如果今天最后数量变多，代表说，哎，真的有阻止蛇头鱼伤害；如果数量变少，代表什么意思？没有阻止到蛇头鱼伤害，所以 B 选项我会把它保留起来。好，那 C 选项说什么？说是不是the fish species on which the North snakehead preys in regions to which it is native and in which it is abundant have become significantly depleted in recent decades。好，来你看哦，这个句子很复杂，我们要一个拆解。如果你看到这种复杂的句子，我先讲它有两种层次哦。第一种层次叫做你平常怎么去做解决。哦，平常解决的方式就是你多用 sentence cracker，对不对？好，但注意哦，我最近在跟同学回答问题，就是用 Line 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学还用 sentence cracker，对不对？他没有用到真正最后一个步骤。你如果跟他讲他有长难句的话，他会先给你拆解句子，可是你不能只看完拆解句子，你必须要让他再做下一步骤，就是去产出5到10个跟这个句子结构类似的句子。因为你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一步一步拆解啊。我们最希望的是考试能够一次看懂，而不是一步一步拆解，对不对？对吧？拆解固然很好，但是很慢，对吧？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的语感能够提升到我们一次能够看懂这种复杂句。所以要怎么样的语感提升，就只有一种方法，多看类似的句子。所以请各位注意，你用 sentence cracker 去加强你的长难句的能力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看它拆解，你要请它给你类似的句子，还有连接这个功能。OK， 好，好，我们来看哦。这个句子的主词是什么呢？主词是 fish species，但我们要知道它的动词是减少，对吧？最近几十年减少了这样子。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鱼呢？是不是这种害人的鱼？不是，是害人的鱼所抓的鱼减少。OK，好，但问题来了，我们今天这个鱼是哪里的鱼？是原本这种害人的鱼它的原生地的鱼。可是我们今天到底在乎那些鱼吗？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本地物种，对不对？别的地方的鱼有没有减少，干我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你仔细拆解就会发现说，这个句子的核心在于某一种鱼有没有减少。那这个鱼如果是本地物种有没有减少，那就跟我们的命题密切相关了。可是这个鱼很明显不是本地物种，而是这种害人的鱼的原生地那个地方的物种。那既然虽然平平都是鱼，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鱼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与那个遥远的原生地的鱼，那不关我们的事。所以 C 选项，只要你理清结构，知道第一层结构的重点叫做某种鱼的数量减少，第二层结构的重点，这种鱼它并不是我们的命题要讨论的，那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排除掉。好，那当然考试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拆解结构，可是我也要讲，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每一题都这样拆解结构，太慢了。所以最根本治本之道还是要解决你长难句阅读的语感缺失问题。这个一定要用我刚刚讲的 sentence cracker，请他产出类似句阅读，拜托了。好，我们平常每一个训练，它背后的目的都有连到真实考试中遇到的困难。OK， 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彻底的执行。好，然后第四个 ，What's the total number of northern snakehead have been caught？
by recreational fishers since the wildlife officials began paying for them。哎，这个选项好像有对到我们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说，当我们今天开始实施这个方案之后，到底实际上抓了多少鱼嘛，对不对？它是不是对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对吧？对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哦，就是我真的付钱，人们会不会配合把它抓过来嘛，对不对？OK，好，来，接下来一选项的部分，他说，whether rare native fish species in the region face any threat to their survival other than the proliferation of northern snakehead，是不是这个地方哦，就是的这种稀有原生的鱼种面临着其他的生存威胁？好，可是问题来了，一样回到我们的命题，我们的方案会不会成功？我们的方案是针对蛇头鱼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管方案没有去 cover 的东西。好，方案没有去负责的东西，它变得多坏都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方案的责任。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是方案对于目的有没有贡献，方案的责任有没有做到，它的功劳有没有到。OK，比如说我今天讲我跑步能不能让我变得健康，对吧？好，结果有人说啊，你跑步完之后乱吃还是没用啊，听起来好像成立，对不对？对吧？可是重点来了，我们在居妹逻辑的世界里面，就单独只是评估跑步对健康有没有贡献。你说最后你虽然跑步，可是你乱吃，你最后没有变得更健康的，不代表你跑步没用，跑步还是有用，只是乱吃伤害了结果。所以你不能因为乱吃而抹灭跑步的贡献，这叫客体分离。OK，各位有听得懂的意思，可以帮我在聊天室里面打一个一吗？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区分人会考的逻辑。哎，人还在吗？大家还在吗？哦，有听得懂的意思哦，就是我们要评估的是跑步能不能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再举这个例子好了，你这个跑步了，结果你最后没有变得健康，因为你乱吃哦。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跑步吗？不是啊，你跑步的确有用啊。问题是你乱吃，所以是乱吃有问题，不是跑步有问题。所以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今天去抓蛇头鱼，我们就要去看那抓蛇头鱼的这条逻辑链有没有效果。那在这条逻辑链之外的，跟这个方案无关的，方案管不到的，也许最后会让结果无法成立，但是它不是你方案的责任。哦，这个很重要，这是 GMAT 非常常出比。其实我老实说，刚刚的 A 选项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初阶的混淆选项，但是呢，E 选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高阶混淆选项。哦，就是你看似有一个对结果不利的因素，可是这个结果不利的因素其实跟你的方案完全无关，完全不是你的方案所导致，或者是你的方案所触及的。这种时候，这个负面因素的出现，你不能怪到方案本身没有用身上。哦，这个很常见哦，这个其他也要记得。好，好，最后我们来评估 A 跟不 B 跟 D 这两个选项。好，B 跟 D 这两个选项，来一个对到的是不是抓的鱼真的变多，一个对到的是不是最后本地物种真的有变多过。来，那就是回到我们的评，虽然两个都有对到一个CQ，这个地方是对到 D 的 CQ，这个地方是直接对到最后的命题，我们要选择的是对到最后命题的。为什么？因为你想哦，如果 B 成立的话，人们真的很配合抓这种外来种的鱼，抓的鱼变多了。可是问题是，你要连到命题成立，你要连到方案最后成功，你还是要过这两关。第一关就是野外的鱼有没有变少，第二关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本地物种要回来，对不对？所以都跟最后的命题中间隔了两条断桥。可是呢，B 选项跟命题中间是没有隔断桥的，因为我们命题本来最后就是要去看什么，就是要去看到底能不能去保护我们的本地物种，对吧？所以 B 跟 D 这两个选项，我们最后会选择的是 B，而不是 D 选项。好，因为 D 选项它虽然也有对到 CQ，可是呢，它跟我们的最后的命题隔了两层。好，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发现考试中两个选项都对到你的 CQ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谁在逻辑链里面它跟你的命题更接近。这是我们上课的第4章有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好，这样开。好，那这个地方这道题也显现出了做我们的解题流程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考试的时候，他就是用直觉，他也许会有一些聪明，会觉得说这道题我看完之后，我不用去抓逻辑链，我不用去思考这每一步。
他就会立刻想到说，就像我看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你这个方法能成吗？哦，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个就是这些，我如果是钓友的话，我就很奸巧啊，我就是直接就是养来给你换钱啊，我没有真的去抓，我就是抓一只回家养，抓2只回家配对，然后生一堆小生一堆小鱼，然后把这些鱼拿去换钱，对吧？对，这样想的确是对的，可是它的问题是不完整。而我们看到高难度的题目就会有这个特色，就是它不一定会考到你最直觉想到的那个断点，它可能会去考一些其他的断点。OK，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先来看第3道题目，好不好？好，第3道题目是这样子。来，首先先看问句的地方，下列何者最可以去完成这个学者的论点？好，好，那我们上课有讲过，或者是阶梯影片都有讲到嘛。我们说完成空格这个题目，虽然定义上叫做 argument construction，但是它到底是属于削弱加强评估那种 argument evaluation 呢，还是真的是属于解释推论那种 argument construction 呢？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要通过上下文来判断。它这就是一道百变的题，哦，所以你现在还不能判断它的题型，我们要先回去看文章。好，来，我们看到文章里面第一句话说，学者认为，哦，学者表示，温室气体，比如像是二氧化碳，哦，它本身会产出一个透明的层，然后呢，会把太阳所带来的热量锁在地球的大气层里面。好，这个 trap 这个字就是困住的意思，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讲成锁在大气层里面。好，当然这个就是比较好理解，因为你会有点背景知识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应该现在大家都知道温室效应的基本原理了嘛，对不对？好，就是那个温室气体会把热量锁住这样子。好，然后呢，他说我在我们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的含量现在正在增加当中，哦，导致气候越来越暖。而这个气候变暖的效应呢，哦，这个气候变暖的效应，至少有一个电脑模型是有去预测到的。好，这是下一句话。接下来重点来了，这个 but，但是 the warming that has occurred is a great deal less than what would be expected based on the model。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来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态，它用的是现在完成时，代表已经发生且仍在持续当中，也就是事实的概念，而且并没有消亡。就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实际发生的暖化，其实比起什么？比起我们用模型根据模型所预测出来的还要少很多哦，也就是实际状况并不如模型所预测的那么的严重。OK，因此怎么样？来，各位，这道题目我们先看到完了，它像是 argument evaluation 吗？它其实不像。因为我们说 argument evaluation，它应该是文章里面会是一条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可以承先启后，前提、证据、结论绑在一起，逻辑是推得通的文字，对不对？它绝对不是 argument evaluation。OK，那它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文章里面的资讯有明显的冲突，对吧？模型去预测了温室效应，但是实际上的温室效应没有模型看到的那么严重，它就是一个冲突嘛，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对吧？它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所以这道题目表面上是最后写 therefore，好像要你去推结论，实际上这道题目它就是一个矛盾解释题。OK，它就是矛盾解释题了。好，好，那如果知道是矛盾解释题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就确定它就是一道 argument construction 的题，立刻去用代入法。代入谁的角色呢？那当然，这篇文章你要代入温室气体是不太可能了，温室气体又不是人，对吧？你不说我是一阵风，不可能。好，代入太阳也很怪，对吧？所以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要带的话，这只能带学者。好，那带学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抓到中心矛盾点，对不对？这个矛盾是什么？实际发生的哦，跟
跟什么？跟就是这个模型预测的相比，对吧？好，实际发生的不严重，模型预测的更严重，对吧？好，这是我们从学者的角度所看到的事情的概念。那如果身为学者，我们觉得最有可能的解释会是什么？我们会先做一个预想，当然我们等一下下去看选项的时候，不一定会 stick 住这个预想，但是我们会用立场来想，对吧？我们的立场应该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就是可能实际发生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观察到的是错的，可以这样想吗？来，各位要注意哦，不能这样想，在这个题目要小心，因为在文章里面，他这边所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对不对？他已经写成事实了，这就是事实，就是实际发生就是不严重。他如果怎么样写，我们可以去质疑我们观察错误。如果写说什么？如果写说，我会写个比较哦，the warming that we observed，或者是 we measured。如果文字是这样写的话，代表的是说这个资讯是我们观察所得到的资讯，是我们测量所得到的资讯，它不一定等于事实。所以你可以去质疑，是不是我们测量的跟实际发生的是有一个落差。但是文章里面这边讲就是实际发，它就是事实，它就是直接是一个 natural fact，所以你不能去质疑说是不是观察到的事情的不一样。OK，好，这个用字 CR 的高难度的题目，你的用字要看来是非常的精细。我再重新说一次，实际发生的不严重，模型预测的更严重。也许你的第一个想法会是有没有可能实际发生的我们测错了？那你就要回去小心文章里面讲什么。文章里面用的是这种语气，代表说这个就是实际发生的状况。好，除非文章里面说我们测量的数值不严重，我们观察的数值不严重，你才能说啊，观察不等于现实，测量不等于现实，对吧？好，但这边就明显它就不是观察，也不是测量，而是现实了。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去想实际发生的到底有没有错。那如果实际发生的不会有错，那我们的问题就会来自哪里呢？就会是模型预测可能错误了嘛，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的预想方向就是思考，好，模型是不是有问题？OK，好，那但是如果今天文章里面写的是这样，我们的预想方向就会是两种哦，就会是模型有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去想这件事情。OK，好，好，我们先来看这五个选项。来，第一个选项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好的测量方法？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常见的混淆选项。好，好，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想到那么深的话，你当然第一轮可以保留，但是你回去文章你还是要去注意，到底文章里面讲的是测量值还是实际值。OK，好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其实我们已经不能来去质疑测量准不准这件事，因为文章里面给我的不是测量值，而是真的是实际发生的状况。OK，所以他已经把这条路堵死，还是说我们在上第四章的时候讲到的，文章里面已经就是说好不去质疑的点。OK，好，就是他没有让你给你去质疑测量不测量，他就是给你事实。所以这个选项被我们秒删掉。好，再来 B 选项的部分，他说我们要去重新定义，所以我们要去重新定义温室气体。哎，可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温室气体的定义难道还不够明确吗？第一句话就是你定义温室气体了，对不对？对吧？而且我们的这个论证的矛盾也不是在定义对不对，而是在数量对不对得起来，就是温度上升的程度对不对得起来，对不对？对吧？所以你去重新定义有什么意义呢？哦，重点应该不是重新定义的问题，应该是要怎么去解释这个数量温度上升程度对不起来的问题。所以 B 选项不用排除掉。然后 C 选项说什么？C 选项说 there are factors beside the increase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ributing the warming of the climate。他说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观察到温室气体以外的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也就是我们可能模型预测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些新的因素，对吧？好，这个可能有可能对吧？就代表说我们模型是不是有问题？有些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对不对？所以 C 选项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还有对到，至少我们知道说，哎，可能我模型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好，
然后呢，多选项说什么？说我们的模型应该是某些地方有问题，这也对到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哦，虽然他没有明说是哪里有问题，但是呢，他也对到我们的想法。好，然后一选项说什么？说 the likely consequences of any warming of the climate are likely to be much less damaging than predicted，就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不太会比原本想象的更轻。OK，我们不在乎全球暖化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不在乎到底是世界毁灭，还是说是海平面上升，还是说是什么暴雨洪水，温室那个就是生意形象那个都不在乎。我们真的只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暖化程度的落差，但是至于暖化程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不关我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地方各位也可以记起来，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 CR 高分题的混淆选项之一的类型，叫做我们讨论结果之后的事情，就是讨论逻辑链尾巴之后的事情，或者是讨论逻辑链开头之前的事情，这都是常见的混淆选项。比如说，文章只是要问你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你不需要讨论达成目的之后还要干嘛，你也不需要讨论这个方法之前是怎么准备的，都不需要。你要讨论的就只有方法做下去之后，到目的达成的那一刻，只要到了就结束，就这一段而已。哦，不需要去想原因之前、开头之前，或者是结果之后的事情，这都不用去想。好，所以我们只需要去解释到说，哦，到底这个暖化这件事情为什么有落差就好，你不需要去想暖化后面会干嘛，OK，完全不用想。所以这个是常见的混淆选项。好，来，那我们先来看 C 跟 D 这两个选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好，来，首先 C 选项说有一些可能会导致暖化的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来，你仔细回去思考一下啊、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我模型其实没有考虑到其他会导致暖化，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回来是对命题哦。我们今天要去解释的是为什么实际发生的不严重，模型预测的更严重。那你跟我讲说，有一些其他的会导致暖化的因子，你模型没有考虑到。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把模型，你把这些可能其他还会导致暖化的因子的原因，如果我们把其他会导致暖化的原因考虑进去的话，请问各位，模型预测的暖化程度会更多还更少？就更多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方向不太对吧？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模型高估了，结果你跟我讲，你模型有的东西有一些暖化的因素还没有估到，你应该要加进模型，那很好啊，高估再继续加其他的因子变更高估，那这个落差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对不对？OK，而且无法解释这个矛盾啊，对吧？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模型已经高估了，实际状况没有那么高哦，有这个差距哦。所以，如果今天其他因子也是会导致暖化增加的因子，那把这个其他因子放进去，是不会让模型更高估，那这个落差就更大，永远都拉不回来。这样子，OK。所以 C 选项的方向是相反。好，所以如果今天要让 C 选项变正确答案的话，那它要改一下写法，必须要是什么？要么就是模型原本低估了，你原本低估了，所以因为你没有考虑到某些因子，对不对？如果你考虑到，才会变得一样，才会变得重合，好，对吧？或者是原文的文字不改，但这边会是什么？你没有考虑到其他会减缓暖化的因素，对吧？哦，如果你有考虑到减缓暖化因素，那你的预估就不会高估，所以 C 选项的方向相反。那多选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他就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就是他只是讲说模型不正确，他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就算这样子，它也是我们逻辑上最保守可以推出的选项。好，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其实我们上课讲的时候，这其实跟我们的上 RC 课讲的非常有关系哦，各位。你还记得 RC 课我们讲第5章混淆选项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个重点嘛？我们说 GMAT 最基本出混淆选项的类型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让今天混淆选项写的非常的明确，方向性非常清楚，但这个方向是逻辑错误的。你看够不够明确？Increase 够不够明确？够明确了。文字够不够明确？就是没有考虑到他异，它不是只是简单写错误，它是写说没有考虑到他异，够不够明确？够明确。这么的明确，可是方向是反过来的，逻辑是错的。
那相对之下，正确选项会有一个特色，他写的四平八稳，写的平平淡淡，甚至有些地方写的有点模糊，但是你就抓不出他的问题。像这个地方 D 选项，请问他有去讲像 C 选项讲的那种一样吗？说就是有说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说错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他有说这个错的方向是更多还更少嘛？他也没有讲，对不对？但是你抓不出他的错误，你抓不出这个选项的推论问题。OK，他就是写的模糊，但是呢，逻辑上并没有错。这就是我们说 GMAT 不管在出 CR 或出 RC 常见的设计技巧，不要被那些写的非常清楚的选项吸引过去了。写的越清楚，你就越要检查在逻辑上是不是能够对得到。好，这个题目会连到哦。各位如果觉得这个题目你到时候做错的话，对不对？请你一并复习哪一章，不是一并复习 CR，是一并复习 RC 的第5章，好不好？好，这个在 RC 会更常看到。很多同学做 RC 的推论题做错，都是出来这种设计里面这样子。OK，好，来，所以这道题给我们的 take away 是什么呢？前面这边我们刚刚都有做到了，好，有2个 take away。第一个 take away 就是仔细看清楚文章里面讲的资讯，好，你想到的一些断桥，有可能已经被文章堵死了。好，仔细看清楚每个字都蛮重要的。OK，好。第二个重要的资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常见的高分区的混淆选项设计方法叫做讨论原因之前的事情，讨论结果之后的事情，讨论逻辑链开头之前或者逻辑链结尾之后的事情。第三个重要的资讯，GMAT 出 CR 或 RC 的混淆选项的设计方式就是正确选项设计的写写模模糊糊，但你抓不住它的问题。好，错误选项写的清清楚楚，但是它的逻辑就是错的。好，所以请掌握这个原则。好，不要觉得模糊就是不好。如果你发现模糊，但是你也抓不出它的问题，有可能还是正确选项这样子。好，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好，今天你看我们直播课的资讯量非常的高，因为我们直播课就是直接没有在带什么那种就是录播课里面的一些一个一个步骤的每个背后的详细解说了。我们直播课就是直接在对到难点哦，所以直播课它的价值我觉得跟录播课是相辅相成的，哦，价值非常的高。OK，好，来各位，我们来看第4道题目。好，所以各位以后不要错过直播课啊，拜托各位不要错过哈。好，来说下列何者若为真？哦，因为我们直播课我刚刚讲到每个月会有8堂，8堂很多哎哦。来，下列何者若为真，则最可以去解释为什么营养学家不担心 lack of concern 不关注。好，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一道解释题。那是解释题的话，提前就知道它是一道 argument construction。那么是 argument construction 的话，提前就知道我们要用人设代语法。好，我们该准备就准备好了，回去看吧。好，文章说，beets and carrots are higher in sugar than many other vegetables. Beets 这是某种菜吧，某种蔬菜。好，某种蔬菜 B 这种蔬菜跟 C 这种蔬菜红萝卜。好，那这2个呢，它都比其他的蔬菜含有更多的糖分。好，and they are also high on GI 啊、glycemic index, a scale that measures the rate at which the food increase blood sugar levels。好，我在看这个文章，其实我有用到一些背景知识啊，因为你知道，就是现在你要瘦的话，你就要考虑什么控糖饮食、减糖饮食，对不对？哦，然后什么断食，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在讲那个有一个东西叫升糖指数 GI。好，那当然考试的时候你看不懂这个字没关系，它后面有帮你解释什么叫 GI，什么叫 GI 这个指数，就是它看的是，好，你吃了某个东西之后，到底这个食物它让你血液中的血糖增加的速度是多少？这叫 GI。OK，好，血糖上升的快慢。好，But while nutritionists usually advise people to avoid high sugar and high GI foods，但是，来这边速度就要变慢，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解释题，解释题的重点永远都是但是，因为我们要解释的文章，我们的文章里面会有2个东西，一个叫常态事实，一个叫做意外事件。我们要解释永远都是那个反常的意外。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面，应该要马上出现矛盾的重点了，对吧？因为前面只是介绍而已。好，但是尽管营养学家通常会建议人们去吃，好去避免高糖
高 GI 就是高升糖的食物，尽管通常会避免人们建议这些避免人们吃这些东西。Despite any nutritional benefit they confer，就算这些食物有别的健康好处，他们也不会去建议吃，对吧？也会建议避免。可是营养学家 they are not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consumption of beets and carrots。奇怪，他们好像怎么都不太担心大家去吃 beets and carrots。明明这两种食物也是高糖啊，明明这两种食物也是高 GI 啊，你平常不是说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就是高糖高 CGI，为什么这两个就是高糖高 GI，你没有跟我讲不要吃，对不对？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哎，你就代入法就很快了，对不对？怎么说？我们要代入谁？要去解释为什么营养学家不关心，所以你把自己带到哪个角色，就是直接带入营养师。那重点来了，明明这个食物高糖、高升糖，你平常会建议大家平常是建议不要吃。为什么今天 B？为什么今天这两种蔬菜 B 跟 C 蔬菜，你觉得没差，对吧？我觉得没，不是你啊，是我觉得没差。好，为什么没差？我们这边就可以去思考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这两种蔬菜其实呃吃的时候虽然是高糖高 GI，但是呢，它对身体实际上不会去造成像其他蔬菜一样的伤害，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对不对？对吧？或者是虽然高糖高 GI，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还有其他的好处，对不对？有其他的好处，比如说还有铁质、有镁质，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吃它，对吧？所以之后我们的思考会是这几个方向。好，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方向就是，对啦，这个东西的确高糖高 GI，可是人家有其他的营养，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吃它，利弊权衡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呢？对啊，它的确是不见高糖高 GI，可是呢，高糖高 GI 它跟其他东西不一样，不一定会伤害你的身体，对吧？往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它不一定伤害你的身体，另外一个是它就算不好，但是还有其他的好处可以避免，对吧？还有别的方向吗？好像没有，应该就这几个方向。那这几个方向我们不是用条列式逻辑，我们不是用死板的操作得出来的，我们都是考试中的直觉反应。你是营养师，明明你知道这个食物就对人有害，为什么你会推荐他们吃？一种是有害不会彰显出来，另外一种就是它有其他的好处，对吧？好，好，那我们来看哦。首先 A 选项说什么？A 选项说 foods with added sugar are much higher in sugar and have larger effect on blood sugar levels than do beets and carrots。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啦。这个选项他说什么？他说，好、那些含糖食品，含糖食品比这个beets and carrots 的糖分更高，哦，就是GI 指数更高。我就问一件事，这个跟我们刚刚哪一个选项很像？跟我们刚刚的这一道题目很像啊，有没有？你不要砍花其他的东西，别人吃洋芋片不代表你吃蛋糕就健康了，对吧？OK，好，如果我是营养师，我会回这句话吗？不会吧，对不对？我应该要么是直接说这个东西不伤害身体，要么是直接说有其他的营养我们必须要做。我不会说因为其他的食物含糖比它更严重。如果今天别的食物含糖也严重，这个食物含糖严重，我会跟你讲两个都不要吃，对不对？如果我是营养师的话，别的含糖食品含的糖分更高，B 跟 C 这个蔬菜含的糖分也有，那我是营养师，我对你来说最好的建议就是你两个都不要吃，而不会说什么这两个比一比啊，这个糖比较少你就吃这个吧，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也对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文章里面就是单纯的评估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营养师觉得没差，你不需要拿别人来去比较，别人做的烂不代表你就好，OK，这样的概念，别人做的烂并不能彰显你的好，OK 好，好，
那 B 选项说什么？B 选项说，大部分我们吃 B 跟 C 这些蔬菜的时候，occurs in combination with higher protein foods, which reduce blood sugar fluctuations。我们大部分在吃这些蔬菜的时候，都会去跟高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就会减少血糖的波动。诶，这个应该有对到我们刚刚其中一个方向，叫做不一定会伤害身体嘛，对不对？哦，就是减少我们的血糖波动，不会伤害身体，所以 B 选项我们会先保留起来。好，C 选项说什么？说 beets and carrots contain many nutrients，它们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 F、B、C，还有 vitamin C，of which many people fail to consume optimal quantities。它们有很多其他的营养，哎，完全也对到我们的这个方向，对不对？所以 C 选项我也把它保留起来。D 选项说什么？说 GI 这个指数，好，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food increases blood sugar levels as compared to white bread, a food that is much less healthy than beets and carrots。GI 这个指数就是用你怎么去算出来呢？就是把你这个食物的生长幅度跟白面包拿来相比算出来的。那这个选项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它只是在解释 GI 的定义是什么，只是在解释 GI 这个数字是跟谁来比。那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啊，你跟别人比，你说白面包不健康，那不代表你就比较健康了。跟 A 选项一样，如果白面包不健康，你也不一定健康。那我身为营养师，我会说你两个都不要吃嘛，对不对？而且 D 选项它本身只是在解释你 GI 是怎么算出来的，它也没办法去跟我们讲说到底该吃不该吃，对吧？所以 D 选项会被我们排除掉。然后 D 选项说什么？D 选项说，营养学家直到最近才了解，哦，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对于人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最近才了解血糖这个因素，那你不是更应该建议人们不要吃这些东西吗？对不对？你以前不了解，你可能还会建议人们吃。你现在了解了，你不是更应该建议大家不要吃吗？结果你说你的做法是相反，叫做没差，对吧？所以如果我是最近才了解血糖的重要性，我应该更建议你不要吃，而不是跟你讲没差。所以这个方向是完全反过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看 B 跟 C，它都对到我们刚刚的命题，对不对？都到一个 CQ，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来去检查命题，检查命题哦。好，来，文章里面的命题说，尽管营养学家通常会建议人们去避免高糖、高 GI 的食物，就算有再多其他的好处都一样。来，这个是关键了。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两个预想？第一个是虽然这有高糖高 GI，但是还有其他的营养，对不对？第二个预想是它不一定伤害身体，对不对？这个对到的是刚刚的 B 选项，这个对到的是刚刚的 C 选项，对吧？可是你看，当我们回来检查命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文章就已经跟你讲，营养师是不管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营养，对不对？尽管就算有其他营养，他也不建议。所以呢，C 选项已经被这句话排掉了。文章已经说好不提，这就是我们在上课 CR 第四章里面讲到的混淆选项的第二种类型。文章里面已经有修饰于把这个可能的因素排除掉，说我们不要讨论了。营养师就是已经跟你讲，他不考虑其他的营养素好处，所以呢，C 选项就直接被打死。好，所以最后答案是 B 选项。那你什么情况下你会做错呢？很简单，就是有一种人哈、他留下这些选项之后，留下 B 跟 C，他就不会去文档看，他就一直想 B 跟 C，一直看 B 跟 C，一直看了2遍，然后最后做个艰难的决定。这就是完全违反我们上课讲的东西嘛。我们上课说过了，你第一轮是不应该回去看文章的，因为第一轮我们要的是快，但是第二轮的时候，这些选项都是有关的，那代表说你现在手上所有的资讯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代表你刚刚看文章的时候，你看漏掉一些细节没有看到。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回去看文章，你还只是看 B 跟 C 这两个选项，你就完全没有得到新资讯，你就完全看不到盲点，所以你就自然会做错。所以这个题目，如果你当时选到 C 选项，然后你没有发现 C 选项其实对应到的是文章已经被排除掉的话，那你应该要好好检讨你的做题流程，是不是到了第二轮还在看这两个选项？这就是我们上课中所讲的要做到的事情，好不好？好，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新来参加的同学哈，应该要感受到说直播课跟录播课的差别了嘛，对不对？
好，录播课的部分，当然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教观念，但是直播课的部分，我们在重点讲的是观念的整合、实战的盲点、技巧的运用，对吧？好，还有就是这些东西跟你平常的读书计划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果你自己感觉到做题上有什么样的障碍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题流程？所以直播课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子。OK，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就是跟进直播课，好不好？以后有机会的话，有来参有权限的话，都要来参加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来，今天那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对于最近的 CR 准备，或者是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些题目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按举手来发问，这样子，有吗？有吗？好累哦，每次上直播课都讲的很激动，很热。明天早上还有一场活动，突然想到了，明天早上那个A2 举办的公开课，老师讲 CR 的双人对谈题。哦，CR 有我们的那个就是你是终结者，你是那个最顶级的方案嘛？顶级方案里面那个Teachable 上面都有。好，顶级方案的权限就是有开放在 Teachable 上面，就是有每一次直播课的录影可以看这样子。OK，好的，是，嗯，好，大概是这样。好，好，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好，所以各位，好，就是这样才知道直播课的威力哈。对，直播课其实永远都只会比录播课上的更多，然后上的更贴近实战。好，然后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 AI 目前还没办法取代我的原因之一啦。好，因为呢，AI 还不一定知道人类考生在实战上的任何一个思路跟点。就是我常常跟同学举个例子哦，说，呃，这样举个例子，就是像今天 Autopilot 特斯拉那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很厉害，对不对？好，那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看网络上的影片，特斯拉的那个 Autopilot 它很神哦，哦，自动变道，然后呢自动判断前方有没有危险，好，比如说对面有逆向车，就直接让掉这样子。但你 Autopilot 开久了，你特斯拉开久了之后，你换回来人类再回去开油车，你的驾驶技巧变得比较好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个电脑的那个演算法的决策机制跟人类的脑袋思考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吧？好，就是特斯拉做出的那个决策，那个它里面的 GPU、CPU 做的决策，它是同时大量资讯下去做运算的，然后你完全无法去解释它为什么，你也无法去复现它。OK，好，所以这就是我直播课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意义，就是我会告诉你说人类能做到的模式是什么。哦，这会完全对到你的做题思路。那当然，我们在平常做 AI 解题的时候，我也是把 AI 调教成说，自己尽量让它遵守我们上课讲的人类用的解题流程来解，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哦，这个 AI 真的有帮到我，哦，真的跟我平常在做的题目的那个流程是有像的，对吧？好，这样的概念。好，但是呢，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对不对？请各位时间允许的话，好，然后呢，权限允许的话，都要来上直播课，好不好？这样的概念。好。各位，好，我不要再跟我讲屁话了，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课到这里就先结束喽，好，那也谢谢各位的参与，好，那希望就是下一次直播课大家也要来参加，好不好？好，那先这样喽，各位，拜拜，大家拜拜，谢谢大家。